我们这一系列呢，是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影响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心理状态。什么叫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些心理状态呢？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有些呢疾病呢没有到严重影响我们生活的程度，而有一些心理疾病已经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你比方说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现代社会里非常广泛的一种心理症状，它的名字叫强迫症。我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早期强迫症到深度强迫症是怎么样影响你生活的。什么叫强迫症呢？我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每天呢你把门关上了，从电梯下来，到了楼下突然就想坏了，好像楼上的窗子没关，煤气没关，卫生间的灯没关，噔，你又上去看，不看这一遍你就觉得不安心。这个就是早期的强迫症。咱们现在有很多年轻朋友喜欢星座，都是有的人说我就讨厌处女座，这处女座就特别爱较真儿。早期强迫症和我们大家调侃的处女座的一些行为方式很像，其实并不能说有多大危害，在很大程度上呢，和你这个人爱较真儿，有点追求小完美有关。你看我们过去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以前穿运动服啊，打球的时候有带帽兜那种运动服，两边它不有个带儿吗？这两个带儿经常垂下来呢，有的时候你调整一长一短。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只要是一长一短他不舒服，非得两边弄齐了。再比方说我们有的年轻朋友彰显自己个性，把裤腿卷起来，穿的短腿裤子，这边要卷一个褶，那头俩褶他不舒服，非得把那一个褶变成俩褶。其实这个是在生活当中比较爱较真的一种，就像家里边，比方说我买了这个几个杯子，我往桌子上一摆，要这边摆俩，这边摆一个，那就难受死了。我非得再配上一个杯子搁在这边，一边俩，看着才舒服。其实这里头潜意识有什么呢？有你的审美，就是你欣赏对称美。对于两边不对称你不能忍受，这其实是追求小完美的一种爱较真儿的体现。这个爱较真儿还体现在爱求真儿，就愿意往细了钻。那你比方说这个春晚，那小彩旗在那转，有人就在上网找他一晚转多少圈啊，就想知道个究竟。有不少人有这个毛病。你看我这个朋友，大伙儿基本都认识陈道明，我们管他陈老道。这陈道明就是一个有小强迫症的人。你看前不久上映他一个影片，很多朋友都看了《归来》，他里边演那个知识分子右派陆延时。这个陆延时呢，从大西北呢跑回来看自己女儿和老婆，他是偷着跑回来，随时可能被抓回去，所以2个多月风餐露宿，那个扮相就是要多惨有多惨了，头发脸上都看不出本色来了。那么陈道明演这角色要求，我的衣服，我的眼镜，我背的包，你必须按那个年代给我做成破破烂烂的既旧又脏的感觉，这我才能进人物，才能进戏。同样我演那个年代的人，跟巩俐配合演这个戏，他弹的钢琴的茶杯都得给我按照当年的模样来。你哪怕就是你新刷这漆儿让我看出是新刷的，陈道明觉得不舒服，没法演了，我进不了戏。就他有一种强迫意识，必须得是环境跟他高度吻合的时候，他才能进入状态。就这种类型其实接近强迫症，是强迫症早期一种现象，但是这个和我们生活上对工作对业务的较真儿，它是非常相像的。所以这个呢，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只要你把它控制在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范围内，它是无伤大雅的。那么有一些强迫症啊，有的时候就影响自己，进而影响他人了。我举几个典型的这个分类，比方说数字强迫症。这个有个电影叫《火柴人》，那个主演是尼古拉斯凯奇，他那里边那个人物就是有强迫症，一天这关门开门又不有这3遍程序，他受不了。这是典型的数字强迫症。所以这个数字强迫症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形态。那么比这个还要进一步的强迫症是什么呢？还有那么几种囤积强迫症。囤积强迫症就是见什么都想弄回来。你看有个电影叫《购物狂》，
里边那个主角叫方芳芳，就一听说哪个商店打折了，哎呦，那跟打鸡血似的，蹭蹭就得过去。打折那个东西可能对他都没用，就只要打折他就抑制不住，他也不见得有那么多钱，发疯的似的囤积各种东西。咱们中国传统有句话叫闲时候治，忙时候用，就说你这东西平常你可能用不上，先买回来，万一用上呢，你这不就挺便宜的有这个东西呢？这本来是个朴素的生活理念，但是一旦要转化成强迫症，坏了。只要打折，只要见便宜就买，甭管有用没用。刚才我说这方法一打折就去买，结果最后把自己最后买成卡托了。就是那你就用信用卡刷刷刷，不停的刷。所以我建议有这样强迫症的女同志，你就拒绝使用信用卡，就不管买啥都带现金。那票的真金白银啪点出去了，你知道心疼了，你可能这个症状就遏制住了。这是个比较管用的办法。那么囤积这个强迫症发挥到极致，这个英国有个老头，他就是30多年来在外边溜达，见着东西就往回捡，见着东西就往回捡。他的理念是走道不捡东西他算丢，什么东西都往家拿，他有用的没用的都弄了，最后把家里4间卧室都填满登登的，就剩下他躺下那么一块地。比他严重的美国有个老头，也是就收集东西成瘾，就自己的东西用旧了从来不舍得扔，然后在外边捡回东西往家里拿。有人这有点像果戈里那死魂灵里写那人物波留希金。波留希金在外边走路的过程当中，见什么东西都往家捡，结果这老头最后呢，把自己屋里所有的空间几乎都堆满了，外边人进不来了。最后警察是把他房顶上打个洞进来，屋里头全是各种各样垃圾堆满了，才找到了这个老头的尸体，已经在里面死多少天了。这就是囤积综合症、囤积强迫症发挥到极致。说这种强迫症的心理原因是什么呢？往往这样人特别恋旧。你像我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使过的东西我不愿意扔，就像用过的手机，就搁在家里挺长时间都不想把它扔掉。还有的时候你像多少年前留的物件，以前使过的钢笔，换掉的眼镜，用过的球拍，这搁在家里不舍得扔。有的时候家里我媳妇对说，你这破烂留着干嘛扔？我说别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往往这些旧东西身上承载着你对过去的一种记忆。你看我到现在还留着我原来女朋友那信，当然这事儿不能让我媳妇知道啊。这是最典型的承载记忆的方式。所以这种囤积强迫症它并不是节俭，它是在练就的基础上，这个心理特征被强化了，形成了一种病态，这叫囤积强迫症。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强迫症呢，清洁强迫症，就是我们说的洁癖。洁癖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是。你看有的洁癖呢，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大学时候在寝室里边就这情况，你的就我的，我就你的，都哥们儿。可是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共享的，你比方说你用人牙刷，这恐怕就不对了。还有一些类似的东西，比方说饭勺，那时候男同学就很这方面无所谓，哎，没勺子了，把你勺子给我使完了，你再刷刷就完了呗。就有过这样的事儿，我打了一盆饭回来，上面我把勺子放上头，我同寝室一个哥们儿拿起我勺子吃两口放那儿，然后他冲我咧嘴一笑，没事老梁，我不嫌你。我说我嫌你，就这个不能叫洁癖。咱每个人都有生活空间，洁癖指的是什么？过分清洁，自己的东西别人就不能动。洁癖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清洁层面，一种是整洁层面。就我比方说我现在这醒目这扇子这茶杯放在这儿，有人过来，哎，老梁这扇子不错啊，往这一放，你给我恢复原样。就我一看这么放着受不了，必须这样。哎，这也是一种小的强迫症。更主要就是我们平常说这个洁癖，很多人都有这毛病。他的床铺，他家里边他用的东西你碰一下就不行，他的感觉是你这人忒脏，你一碰这个，哎呦细菌呐，哎呀埃博拉病毒啊，是这样，就他会放大这种东西。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挺多，并不少。
电影里边也体现过。刚才我们说那个火柴人里边，尼古拉斯凯奇就是因为把药呢不小心倒到水池里，给吓坏了，觉得家里这哪儿都是细菌，地上擦的跟镜子一样，还有消毒液、杀虫剂，就好像这人浑身都是细菌和虫子。就这样的办法，其实在生活当中有。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到同学家里去玩，我们那个同学的母亲就是个洁癖，到他家每一次去玩，回过头之后这孩子都挨打。我说他妈，你领同学回来，你把这床坐在这儿，沙发这坐多脏啊！时间一长，我们谁也不去他家了。等我们另外一个同学的母亲呢，我们最喜欢他，到家里去，家里那时候吃炒瓜子嘛，那孩子吃瓜子哪能说规规矩矩就放在那，瓜子皮扔到地上。他母亲回来了，当时给我们吓坏了，这怎么会回来看我们扔一地瓜子皮的？我们这同学挨打，我们跟着挨骂吗？没想到我这个同学的母亲说了一段让我现在都无法忘怀的话。他说：“孩子，你别担心，在家里头，那你想把瓜子皮吐哪儿就吐哪儿。你在家里头再不能放松，你在哪儿能放松？你说你在课堂上，在老师办公室，在校长办公室，你敢吗？只有在家里能放松。那就这地方能放松，你到这儿还紧张，那咱还活不活？哎呦，这一句话我差点管他妈叫妈。你比我妈都亲切，这话说的。哎，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洁癖体现的是不仅是自我要求，它是对别人一种要求。你过分的强调清洁，就等于给别人带来很沉重的一种负担。所以这个洁癖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容易招人讨厌。你凡是有洁癖的人，你注意，他绝不会有很多朋友，就有朋友也让他出卖了。像这样极端的事呢，国内外都不少。像美国有个富豪，霍华德·休斯，这当年挺有名的一个大富豪，他也是一个航空学家，也是个电影导演。后来还有个剧叫《飞行者》，那个莱昂纳多主演。这个人就是后来患上了这种洁癖，就是清洁强迫症。当然，他这个洁癖是来自一段心理阴影。他当年有钱呢，人长得也漂亮，美国有名的花花公子，那据说跟上百个电影明星都有过关系。其中最大好像奥黛丽·赫本、罗马假日呢，和他都好过。但是他这样私生活不检点，就容易得病，手上长了水泡了。这大夫就再三告诫你可不能跟人握手，一握手那细菌就传染过去。他接受不了，一说要跟人家握手传染给人，吓死了。他自那以后呢，我索性拒绝跟别人往来。假如真不得不跟人身体接触呢，他病都好了，都得垫一层纸再跟你握手，或者拿什么东西，甚至吃饭戴个手套吃饭。就一天一天他极端起来，到最后呢，他的这个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把自己关到个黑屋里，不跟外界往来，就怕一开门细菌进来。就是他有过一个令他难堪的经历，他把它放大了。他认为外部都是肮脏，我只有在一个相对真空的环境里才安全。所以到最后呢，他由于这种病给他折磨的精神都不正常，开始吃一些药物来维护，最后这些药物过量，最后死到这上面。所以这是一个强迫症放大到极点的一个悲剧。我们国内也有这种悲剧，这种悲剧呢，经常是和太在乎自我形象、追求完美有直接关系。你像这个强迫症到了顶点是什么呢？它就往往形成抑郁症。这抑郁症呢，它的可怕程度在于呢，它就有强迫因素在里边。崔永元跟我讲过，小崔说，我站在这楼上往下看的时候，有时候就想，哎呀，我这要跳下去有多好。你琢磨琢磨这可怕不可怕？他一旦要想不明白跳下去，就非常可怕的，就是一到楼上往下看就想跳下去。有的强迫症是呢，抱着个孩子或者抱着个瓷器就想给摔到地上去，你这可怕不可怕？所以这强迫到顶点，它其实是抑郁症一种体现，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你像咱们有一个身家达到300亿的年轻富豪叫魏东，2008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家里头跳楼自杀了。他为啥？他每天接触的这些生意，他是九芝堂的老板，下边好几家上市公司，很有钱。可是生意场呢，要求他谈生意有规范，做事情有规范，他就进入了一种
生意的规范流程，就是每天即使是不谈生意的时候，他满脑袋也都是这事儿，他形成了强迫性的行为，强迫性的思维，到最后不这样，他就觉得不是自己了。可是人总在这个弦上绷着，谁也受不了，因为你天天在一个状态，你都受不了。可是明明受不了了，这个思维意识还在这个强迫症范围内存在，到最后整个人的身与心疲惫到崩溃的程度，最终受不了跳楼自杀。所以就是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强迫症，它最终它能改变你的行为方式，让你在崩溃的边缘根本无力回到正常的状态当中。那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能够预防这样的强迫症呢？其实很简单，首先一个，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往往强迫症的患者都特别在乎别人的评价，一出门人家说他这衣服这扣不对，回到家受不了了，又得剪又得这么那个，就是太在乎自我形象，别人说一点不好听的都不行，我就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好像这辈子就为了别人的评价活着似的，就避免在乎别人的评价。第二个呢，不要过分追求完美，这个世上不存在完美，谁也做不到完美，因为你是人，你就有缺点，所以不要太过分的追求完美主义。再一个，第三个，什么事情能干成干成，干不成也不要紧。天下不是就你一个能人，不是这个事天底下离了你，地球就不转转。所以什么事思维方式要放开一点，胜故欣然，败亦喜之。看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你得敢于放弃。事情不要往牛角尖上想，不要觉得这事离了我了就不行了，我干不成这事我就得死去。那人一辈子走的道路是很宽的，死一时彼一时，不能都按照一种思维去思考问题。所以说，不过分追求完美，不要过分在乎别人对自己评价，想事情不要钻牛角尖，这是避免陷入重度强迫症的3个心灵层面的法宝。节目开始前呢，给大伙讲一个我们这个节目组一件真事儿。因为前2天呢，我们节目呢给大家是赶急活，所以这时候呢，编导还是后期技术都不够了。所以呢，当时我们的制片人呢就决定对外招聘。招聘呢有这个编导岗位，有后期制作这个岗位。当时呢有一位小伙子来应聘，年纪轻轻的，能20多岁吧，看这样像大学刚毕业。进到这个我们这办公室呢，人显得很紧张，一会儿挠挠头发，一会儿站那儿都有点不自然。你坐下吧，坐那儿2个脚并拢，手放在膝盖上。当时我们制片人就问：“你今年多大了？”23。那个你要应聘什么岗位呢？我23虚岁，我才22。那你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应聘编导。接着这我们制片人就乐了，旁边人看着也乐。这还一乐他更紧张了，在后边都有点说不出话来了。其实我说这个您可能觉得说这现在的孩子都挺开放，有这样吗？你看看去应聘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孩子到底什么毛病呢？其实很典型的恐惧症，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社交恐惧症。咱们今天呢就给大伙说说这种类型的恐惧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刚才说这个应聘编导这个孩子他就是典型的社交恐惧症。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跟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或者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你看周围人不认识，这个时候你心里头就觉得不自在了，说话和平常的腔调也都有很大变化，或者自己心里虚没底儿，所以这个时候跟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社交恐惧症。那么其实这种社交恐惧症咱们不要以为说是一个小青年涉世未深他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容易有这种恐惧症。即使是有一些已经掌握着很多资源的名人，他也会犯上这种社交恐惧。那说到这儿，有的观众朋友说你这胡说呢吧？那些大明星你看当着这个记者面小嘴巴巴的，多能说会道，怎么他们会有这个社交恐惧症呢？一样。我给大伙举个例子，有个大明星叫陈道明，前一段时间手机里演飞沫很有名的演员，他就有这个社交恐惧症。我说那不对，社交恐惧症你看他演戏，那是他演戏，他进入一种职业工作状态，在生活当中
陈道明呢，以前我节目里说过两大爱好，一个打篮球，一个打麻将，是俩爱好。我说他不玩圆的就玩方的。可是呢，他除了跟大家在一起从事这两样游戏以外呢，在生活当中他极少跟演艺圈的人往来。你比方说大伙说咱一块吃个饭吧，不去；唱唱歌聊聊天喝喝茶，不去。他闲工夫时候干嘛呢？在家里待着，而且他真能待得住。你看他演电视剧手机，他手机不开，永远放到信息台，别人谁打也打不通。有什么事可能得到他家找他，或者找他身边的人。那么他在家里干嘛？看书。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陈道明曾经对记者说过，就出去跟别人往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其实这也是一种社交恐惧症。那么像这样的社交恐惧症呢，有的时候是对特定对象。你比方有的人就特怕见领导，为什么呢？他总挨着领导或者老板或者上司训他，他一跟领导见面，他心里就嘀咕，本来领导要给他发红包，他在那想领导是不是把我开除了。这时间一长，他越来越紧张，就是因为这个人呢，你觉得他能控制住你，你不知道他要对你干什么。你比方还有的人呢，谈恋爱还有这种恋爱恐惧症，是为什么呢？他以前谈恋爱经常失恋，他不知道这个女孩啊对他是什么样一种感情，所以一见到女孩呢，有时候心里就哆嗦，有一种对未来不可把握的这种不可预知的感觉。那我们看梁家辉演过一个片子叫《大富之家》，里面就典型的反映了这种恋爱恐惧症。那么结合我们前面讲的故事，就是我们年轻人怎么消除这社交恐惧症。第一个，肚里有食心不慌。你首先你自己这东西你得扎实。第二个呢，可以把场景简化。我很小的时候登台，当时是7、8岁8、9岁，文艺演出登台，我也说书，我也打快板登台，能不紧张吗？小孩底下黑压压上千人在这坐着，剧院里边害怕。当时我的老师，我先生跟我讲说，你这样，你不用紧张，你上台啊，你先找我。我哪儿找你？你不在后台？不，我就坐到底下第一排。你上台站到台黄金分割这位置，我就坐你正面。你先找我，你看到我之后，你就对我一人说，你感觉，哎，比方说拿起块板，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本来该往上看，你往下看，你就看我就行。哎，我用这方法上台打块板，看他紧张情绪没了，越往后演越好。你看着这么多人，我就盯着其中一个人娓娓道来，我就给你说呢，就避免了那种空间和人数上那种恐惧感。除了我刚才说这个几点可以避免以外，还很重要一点，你得自己对自个儿有自信。哎，你别觉得自己啊畏畏缩缩的，好像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你一定要加强这种自信心，然后在人前呢才能轻松洒脱起来。有的时候这种自信心呢，还真需要一种强迫的东西来暗示你。你比方说，有的时候你自己想到我要赚好多钱，你鼓励自个儿，哎，我要开好车，住大房子。可能你这么鼓励来鼓励去，你自己真具备这种上进的动力。最典型的，你看郭德纲有个相声叫《我要幸福》他觉得自己很不幸福，他对着镜子自己鼓励自个儿。除了社交恐惧症之外，现在比较常见的还有一种结婚恐惧症。这个可能咱们在生活当中更常见。就你看着好像小两口啊，结婚之前呢，田哥哥蜜姐这挺好，可是要到结婚前，往往就有一方突然间好像觉得结婚这么大事来了，害怕，有点害怕。在这种情绪下呢，俩人容易拌嘴，有的时候挺好的呀，就出现了一些这个胳膊。这个是有实在事儿的。我有个亲戚，这个女孩呢论辈儿呢，得管我叫表叔。她就是谈恋爱，男孩也不错，两个人呢已经定好结婚了，新房都开始装修了，弄差不多就要办喜事了。可是就在装修新房过程当中，俩人吵翻了，没结了婚。因为什么呢？她男朋友啊，其实他未婚夫跟这个施工队讨价还价。施工队说刮个大白，这个修棚什么多少钱？说是3500。我说哎，3300吧，少200。就这个讨价还价，磨叽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他在旁边看不下去，怎么事呢？平常俩人花钱大手大脚惯了，还出去旅游去无所谓的。一看怎么着，这时候你讲价也忒不爷们儿了。
她对她男朋友说：“我是不是看错你这人了？”其实啊，这就是对生活不了解。这个男的对女的大方，那基本是谈恋爱时候非常大方，真要结婚以后，那都自个儿钱一分他都抠，是不是？所以那个状态下，人家男孩没错误，咱俩得过日子，省200是200，你不省这200块钱谁给你啊？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她看着男朋友讨价还价，跟以往那种花钱如流水感觉不一样了，她就怀疑这人骗我，原先在我面前装的，其实这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现实并不太了解，她心里接受不了了，俩人因为这散了。像这种情况，在很多文艺作品当中都有反映。你比方说，好莱坞著名的影星茱莉亚·罗伯茨，她曾经主演过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名叫《逃跑新娘》，里边就反映了结婚之前呢，这新娘啊居然跑了4回。那么这种情况呢，现在生活当中的80后一代比较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什么原因？所以我们想吧，80后这一代有个特点，他接触这个视野已经非常开阔了，我们就说国际化思维。可是呢，生活它还是传统，就是你这个再国际化思维，你结婚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事儿，这也是传统生活当中有的。它和我们那波不一样，我们那波是什么？父母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家里生活依然很困难，天天就看着父母怎么精打细算柴米油盐这点事儿，知道生活一定是这样琐碎的。但是80后一代不一样，他们的父母好多呢都是有财产的，就是已经熬过那苦日子了。这孩子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啊，80后一代就基本看着家里有的有保姆啊，锦衣玉食的不错。但是你别忘了，他的父母爬坡那阶段已经过去了。可是小两口结婚的时候，你得从一针一线开始算起啊。所以说，这就我们小品里说嘛，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苦感。一下他觉得不适应了，所以这是一个传统的生活和自己理想视野当中的一种落差。另外一个80后一代独生子女，打小家里头这个辈儿的这个岁数就他一人，什么资源都是我的，哎，家里头只要有点好吃的得归我一个人。突然间生活当中有一个自己同龄人，两口子，你得知道谦让。有的时候一个人这么长大，在家里头是宝，是不会照顾别人。所以这几个原因摞一块儿，我们就发现结婚之前突然间想到这个人，俩人总要在一块儿，还要互相照顾，而且觉得生活怎么这么琐碎。就说这种婚姻恐惧其实就是理想当中的东西在遭遇现实的时候产生的这种落差。而且这种恐惧感呢，它不会因为说你已经结婚了就消失了，因为我们这个结婚之后还面临着人生一个大的选择，就要孩子的时机。有的时候你看结婚以后，往往是男方想要，女的不想要，女的想要，男的不想要。你看这个热播的青春偶像剧《奋斗》里边，那个杨晓云有了孩子，向南在想不想要这问题上，俩人吵得一塌糊涂。这孩子要与不要怎么办？双方意见有分歧的时候，这种恐惧又袭来了。就俩人在一起生活，打破了你原先那种一个人天马行空的日子，你感到恐惧。这下俩人之外又添个小生命，不知道有多少麻烦在等着他们。所以有人在这时候产生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是什么？其实婚姻恐惧症就是对未来不确定的一种恐惧。说这是不是现实的？其实我们说呀，只有想不了的福，没有遭不了的罪。你对未来再恐惧，当它要来临的时候，你也挡不住。你应该泰然处之。而且这种对未来的恐惧不科学在什么地方？它还没到呢，你怎么知道当时会遇到什么样麻烦？那么外国有个民间故事，就说这种对未来恐惧说的最有意思。有个女孩才16、17岁，没到婚嫁年龄，家里头呢，她母亲她姥姥在一块过日子。这个女孩啊就去刷盘子刷碗，吃完饭一下子呢，这盘子呀掉到地上碎了，他弯下腰捡起来往垃圾桶扔，结果一拿没小心把那个碗茬啊在手这划破了，就破个小口出点血。这女孩倒是自己疼点没啥，她突然想到，哎呀，我将来又有个女儿啊，她也会这个洗盘子洗碗，这碗保不齐也得碎了，
一去捡也可能拉破口，这可怎么得了啊？这女孩一想到这个事儿，哎呀，这人生这么多灾难，哭上了。他妈一听我闺女在厨房干嘛呢？你哭什么呀？这女儿一五一十跟他妈讲，他妈，哎呀，我那苦命的外孙女儿，他想到他女儿的女儿外孙女哭上了，他姥姥过来了，你们娘俩干嘛呢？一问这事儿，他姥，哎呀，我那苦命的丑外孙女儿，这娘仨哭成一团。你听着觉得挺可乐，其实我们说婚姻恐惧症就跟这个特别类似，就是对未来那种恐惧，未来还没来呢，你知道他能恐惧到哪儿去呢？所以说，克服婚姻恐惧症就是脚踏实地的了解现实。比方你要结婚了，多跟自个儿母亲或者说身边已经有婚姻经验的人聊聊婚姻当中俩人怎么相处啊，装修房子这些点点滴滴啊，办喜怎么办呢？怎么孝敬双方老人呢？还房贷这些事儿啊，咱怎么精打细算呢？不要像以前那样，哎，你把这些东西了解清楚了，你心里有底儿了，自然这个婚姻恐惧症也就消除。所以说，这种恐惧症呢是可以通过知识的掌握来消除，但是有一些恐惧症呢，它属于人的一种挺怪的这个心理特征，它不大容易随着你对什么事的了解而减轻，好像与生俱来似的。就跟说我们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得意酸的，得意苦的，得意蒸的，得意煮的，愿意听评书，愿意听大鼓的，这人有爱好。那么这个恐惧它有偏爱，你比方说有的人不愿坐飞机，坐飞机就害怕。咱们看有个电影叫《不见不散》，里边葛优演的，他就演一个不愿坐飞机的，一坐飞机就出事。那现实生活当中呢，葛优也不愿坐飞机，坐飞机害怕，他就觉得哎呀，悬在空中还是个半封闭的东西啊，这脚离地面那么远，忽悠去，他总这么想。有一次我们知道冯小刚拍个大片叫《夜宴》，这个夜宴要在海外宣传，去意大利，那你这个剧组创作人员，章子怡、吴彦祖都去了，那这葛优你作为主演你也得去。我想来想去放弃，去我不去。哎呀，去意大利得坐20多小时飞机，吓死我！这有点什么意外？在国内，你比方说有个活动，葛优是有个特点，能坐火车就坐火车，他一般不选择。有人说这中国人胆儿小，不是，老外比咱胆儿大不多少。这不世界杯刚踢完，有个著名的球星，荷兰的叫博格坎普，他也是，他就不愿意坐飞机，而且他到了什么程度呢？比方说他在英超阿森纳踢球，他老家是荷兰的，照理说这个路程呢，飞机是很方便的，他不用，他每次从这个英国回到荷兰，都要是先开汽车到这个港口，然后呢，这不两岸有那隧道吗？通过这隧道，哎，坐火车再过来，然后到这边再倒车再回来，费挺大劲。所以有人说博格坎普生不逢时，前一段时间冰岛闹火山灰，他赶这时候好了，就他愿意坐地面的东西，不愿意坐飞机，这时候正好。所以说像这样愿意坐飞机，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高科技。因为高科技的东西为什么叫高科技？它打破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常识。以前生活里没有这东西，现在有了这东西。你比方说我小时候我们在地面坐火车坐汽车，大了以后坐飞机，以前你没坐过这个。对于突然改变这种状态，尤其是高科技有一个特点，你无法操控，你才恐惧。比方说这飞机你会开，或者飞机就是你研究出来的，你就是莱特兄弟，那你不会在乎这东西，因为你完全能掌控它。高科技给人带来的恐惧就是你无法掌控它，它会突然有一种东西蹦出来。你比方说有的人对手机有恐惧感，过去咱就打个电话，现在手机可倒好，一会儿就响，还有短信什么的。尤其心里有鬼的人，你看那个电视剧手机里严守一外边有婚外恋了，他就很怕这电话打进来，短信发进来，回家之前咔咔先删除。那么有人管这叫消毒嘛，回家之前把手机里不合适的电话短信都消掉。所以时间长了，有时候手机这信息一响，或者这铃声一响，他就觉得坏了。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高科技恐惧症是大家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个老年人越来越多，而老年人对高科技的这种恐惧状态
时常出现。为什么？人到岁数大了以后啊，有个特点，他开始变得不自信，因为这个生理机能下降，腿脚不利索了，他对外界的有一种恐惧感，不敢面对一些新生事物，因为他不适应了，他能力不再像年轻力壮的时候了。所以这个老年人对一些高科技产品，你比方家里头新装一个等离子电视什么这那，其实那东西很好学，就跟傻瓜相机似的。高科技是越来越简单，让人的生活变得简单。可是他一按钮，有些个新的东西之后，老年人不敢用。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现在我们都知道，这老年人退休啊，他这个工资呢，有的都打到卡里，省着到那个储蓄所排队领工资，就能通过这方式。可是有很多老年人对这个东西恐惧，现代金融打卡里这么一里边就工资2000多都在里边呢，这要没了怎么办呢？我还是踏踏实实的到储蓄台这领去，领完了在那点2、3千揣兜了，门口一堆骗子等着。大爷，我这钱你的，咱俩分吧。你看，好多行骗的事都是在储蓄所门前骗老年人。所以说，现在比较人性化的方式呢是，既然高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那为什么不让老年人在使用起来越来越方便呢？